饭后，他去于伐科的房间，结果敲了半天的门没人应，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。阿浩，你在房间里休息，我在机场接人，差不多1个小时后回来。挂了电话，他想了想，索性到码头去看看。码头的收购站除了财务，也就科多这个老同志在，转了一圈也没法子沟通。他直接来到了海边，挑了块低石坐下，享受着和煦的海风。阿浩，我听科多说你来了。林浩见是老吴，指了指旁边让他也坐。你不是中午才上班吗？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在家也没事，就来得早了些。老吴应了一句，两人便陷入了沉默。好一会，老吴才试探得到，听说有些麻烦。林浩微微点头，听到那帮人要针对自己，他就叫小曾打了电话给老吴，让对方先不要筹备那个水饺店了。排外呗，老吴你放心，就算不干了，我也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嗨，多大点事，家里有杂货店呢，不干了就回家继续守着店，人还轻松一些。林浩笑了笑，没有再强调什么。阿浩，我想着明年回老家看看。挺好。那你记一下我在国内的号码，回到国内你给我电话，到时你会省很多事的。之所以会来海边，是因为想家，坐在海边总感觉离家会近一点。林浩有些不明白，上一世的自己好像也没对家有这么深的执念，偶尔跟着朋友他们远游钓鱼，一出去也是1个月，这辈子是怎么了？待的时间不长，跟老吴聊了半个小时，小曾便来接他了。司机是酒店安排的。回到酒店，发现里面多了4、5个人。阿浩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是我干爹，也是你影莎嫂子的叔叔，你叫韩叔就行了。韩叔你好，我叫林浩，你叫我阿浩就行。靓仔呀，哈哈，我叫韩顺平，我可听阿珂说了不少你的事，年轻人嘛，就要相互帮扶着。韩顺平年岁大概在50左右，面色白净圆润，身形微胖，所以笑起来非常的亲和。这位是伍德先生，我的律师。韩顺平指着旁边一个穿着讲究的老外道，各自坐下。于伐科一边给人泡茶一边说道，干爹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我在这边受了欺负，你可不能不管。韩顺平哈哈大笑，抬手点着他道，你呀你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还让小沙打电话给我，我气得差点就不想管了。随即又转向林浩，阿浩，等一下留我一个电话，下次再来直接给你韩叔电话，千万别见外。韩叔，我可不像阿珂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以后来这可就赖上您了。韩顺平再度大笑，随即扬怒地看着于伐科，看看人家，就你毛病多。林浩眼光瞟向了其他人，除了那个坐在不远处叫伍德的律师，还有4人是站着的，其中还有一个女的，年龄应该在30多岁，挺漂亮的，打扮很加分，有一种大姐姐的知性美。看到这女人，林浩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了许清，有点那个味道。而另3个人应该就是保镖。不等他收回目光，就听韩顺平一挥手，再度开口道，小雅，带着伍德先生到旁边的房间去休息，你去安排一下午餐，交代一下厨子。见人往外走，韩顺平又看向林浩笑道，阿浩，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，今天我专门带了厨子来尝尝家乡菜。那晚辈可是沾您的光，有口福了。哈哈哈，怪不得你和阿珂能处得这么好，你这性子不见外，我喜欢。林浩附和着笑了笑，心中暗忖，这小老头气场好强啊，从进门到现在他就一直掌握着话语的主动权，这倒不是因为年龄所致，而是他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，甚至还带着淡淡的威严。聊点干的吧，放心，这个房间刚刚检查过没问题，我的人把着门呢。韩顺平看向于伐科，后者点头，放心吧，干爹，阿浩不怕事。不怕事就好。那个乔西居然敢在海上找事，这样的人心思歹毒是不能留了。说到这里，目光瞟了一眼林浩，林浩面上依旧带着笑，好像这话没有引起他一点情绪波动。韩顺平满意的点点头，看来胆气还真的不错。其实林浩内心中还是蛮震撼的，啥叫不能留了？当然不能在外面乱来，都是守法的人，所以还是想办法先将他关进去。林浩有些哭笑不得，在牢里就合法了。不过说实话，在牢里确实操作空间比较大，意外之类的，每个地方的监狱都一个鸟样。阿浩，你觉得这事该怎么办？他略一思忖道，其实很简单，海上的事毕竟有多名受害者，漏洞很大。之所以现在乔西还没事，主要是他在丹尼斯积威已久，深耕多年，所以不管是地下的还是明面上的不少人也是敢怒不敢言。我之前的想法是先利用渔业打击这家伙的威信，当我把丹尼斯的渔民拉到自己一个战线，到时再想法子收拾他。如果韩叔您来指挥，那事情就会变得更简单。没有说出具体的方法，但给了战略性的建议，而且还表达了自己也不是认亏的主，之所以现在忍着，那也是时机未到。果然听他这么说，韩顺平再度大笑了起来。这是我老乡说出的话，是我们那边的人，对吗？不能没脑子的做事，但也不是屈就的人。严格来说，两人不算是老乡，韩顺平是潮上那边的，而林浩是明省的，但韩家先祖是明省的，迁入潮上，所以说是老乡也没错。这事交给我，你们不用再管了，
做生意嘛，一定要干干净净的。接着又聊极了对完的事，韩顺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也明白这不是靠其他手段能解决的，毕竟对方是一个协会组织，而不是某个人。哎，这是我能帮的有限，你们自己拿主意吧。干爹，我就怕他们对赌不公平，还有协议签了后他们到时不履行。这事你放心，有我呢。抬手看了一眼表，韩顺平站起身，你们先聊着，我早晨起早了，现在去迷一会。中午，阿浩能喝酒不？能啊，半斤的量。好，中午陪我喝2盅。起身送着韩顺平出门。林浩看向于伐科，不解道：什么情况？于伐科明白他问的意思，挤了挤眼睛，小声道：我干爹现在是华清的龙头。华清帮？林浩瞪大眼，他自然惊讶，这一事他没听过，但上一世他听一些人吹牛说过，华清那可是让漂亮国法官、联邦调查局和警察都畏惧3分的存在，不仅在漂亮国有一定影响力，就连加拿大也不容小觑。他也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拉达尔面对于伐科时，偶尔会有心无力了。这样的帮派里自然不缺死士，被这样的派帮惦记上，估计是每个人的噩梦。你嫂子的本家叔叔，我和你嫂子相处，他还是媒人之一，和我爸关系莫逆，所以我很小就拜了干亲。其实于伐科还有件事没说，韩顺平的小儿子就在国内，迫于家照顾颇多，像这样的人危机意识都强，永远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，就算这边被人抄了，至少还有一只在国内是安全的。关于渔业协会的事，韩顺平倒不是真的没办法，但真要那么做的话不值得。谈事情是武德他们的事，咱又插不上嘴。想想也是，林浩就放开了，反正于伐科不喝，那就自己来呗。尝尝这个，你的酒放一边。见林浩带来的五粮液，韩顺平摆摆手，咱爷俩也不喝多，就这一瓶子。您咋说咱就咋喝，不过您可不能倚老卖老欺负我。你小子这张嘴就是讨人喜欢。阿克，你爹是不是也喜欢这小子？于伐科笑着应道：干爹您就别说了，阿浩一到我家，我就怀疑我不是亲生的了。那就多跟他学学，有时候不见外室门学问来着。林浩举杯尝了一口，酒微微有些浑浊，靠近唇边便能闻到一股子粮食的醇香，入口微甜，丝滑细润，有一股子酒酿的感觉，但度数可比酒酿高太多了。怎么样？见他尝了一口不语，韩顺平凑过来问道：好酒，我还是第一次喝这种酒。韩叔，您这应该是从国内搞过来的吧？对喽，这是我老家的欧京酒，也是老牌子了，据说是从明代就有这酒了，是以高粱和大米为原料。我呢，也请人在这边试着酿过，但不知道是原料还是水质的原因，就是酿不出这个味来。没办法，只能让国内每年给我发几10桶过来。林浩了然，怪不得装酒的瓶子虽然看着不错，但没有标签呢，估计是到了这边自己随便灌装的。能喝出是纯粮酒，真好。韩叔，我敬您一个。两人碰了个杯，韩顺平加了块卤水菜过酒气，这才道：说说纯粮和勾兑酒的区别。韩叔，不带您这么一直考我的，我年轻想吹的牛，您咋老戳破呢？韩顺平再度哈哈大笑，笑是发自内心的，他觉得这小子太好玩了，就是那股子真诚，能把自己的糗事光明正大的拿出来说。我只说我个人的见识，其实口感上还是很好区分的。勾兑酒不管工艺多好，入口味蕾接触的第一感觉就是水，接着才会绽放酒精的味道。林浩一指五粮液，这酒够老了，但还是会有我说的情况。没办法，浓香型白酒工艺原因，酿出的酒度数太高，必然是要兑的。但要是酱香型就会好很多，因为酱香型酿出来的酒就是50来度的，所以市面上极少看到超过55度的酱香酒。韩顺平一竖大拇指，不错，来再走一个。又喝了一杯，韩顺平又招呼他多吃点菜。这一桌朝上菜正不正宗他不知道，但味道确实很不错，卤水很香，生腌也很过瘾，高汤更是调得香浓滑顺，吃得他大呼过瘾。他越是吃得不顾形象，韩顺平就越是高兴。于伐科看得郁闷不已，这小子很奇怪，不管跟谁在一起，好像不知不觉都会把自己变成主角，就像现在，他感觉自己都变成透明了。下午3点钟，众人集合来到了一个小型的议事厅，韩顺平并没有露面，但那个叫小雅的女人和伍德都到了。对面也有律师，听到伍德的自我介绍后，对方律师的面上很明显不自然起来。什么情况？林浩蛮好奇的。伍德先生声明在外。所谓的声明，业内的人自然是有点怕碰到伍德了，所以接下来的谈判，对方的律师有点被压制，一些条款的争议也争取的不强。于林，你俩所占的股份目前估值是3000万，不妨我们再加点如何？于伐科眉头一拧，好啊，你说加多少？就加到1个亿吧。你们要是输了，除了股份，再补7000万的现金。于伐科压根没问林浩的意见，笑着便答应了下来。不过很快他又扭头看向拉达尔。拉达尔先生，我们也增加一条条款如何？你说
若是我输了，自不必然，丰瑞的股份是你们的了。但要是我赢了，你手中持有的40%股份必须以1美刀的价格出售给我。鱼，这不符合规则。拉达尔面色微黑道：哦，那你利用我2兄弟完了，然后还要算计我们，把我们逼到赌桌上，你这就符合规则了。那我请问一下拉达尔先生，这是什么规则？拉达尔被噎得哑口无言，思忖之际，于法科看向乔西和渔业协会的代表。拉达尔如果不同意，我们的赌约我不会签字。乔西和协会代表立马将目光看向拉达尔，后者长叹一声：好吧，鱼，我答应你的条款。伍德和对方律师很快又补充好协议。见于法科签完字，拉达尔面上之前的伪钝神情瞬间消失，看向于法科笑道：鱼，不管输赢都不是我想看到的。于法科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这家伙什么时候都不忘了演戏。拉达尔，好莱坞欠你一座小金人。拉达尔自然知道这是在讥讽他，重重一哼，面上也随之黑了下来。小曾给林浩翻译了一遍合同的主条款，若是林浩赢了，那么乔西要支付1亿美刀，而且渔业协会承诺5年之内不干涉丰瑞渔业的经营，而要是己方输了，除丰瑞没了，还要掏7000万的现金，并保证5年之内不再进入国际渔业销售行业，带着点商业对玩的意思在。当然，这是大西洋城，就算是单纯的玩博也是合法的，那么双方签的协议自然也具有法律效应。两边玩博的时间定在了明天下午3点，筹码就是1个亿，而玩博的方式，对方给的选择是德州扑克或者梭哈。于法科和林浩协商之后，选了梭哈。德州扑克的规则，林浩都还没完全搞清楚，梭哈的规则相对就简单得多。别紧张，该吃吃该喝喝，1个亿，咱又不是输不起。合约签订之后，双方也没啥可聊的，相继出了会议厅。于法科搂着林浩低声劝慰，林浩有些无语。大哥，你看我紧张了吗？不过随即又跟了一句：你这个狗大户，1亿美刀不算啥，我全部身家估计就这么多了。那要不你把你买的3000万标普期货转给我，1个亿我一个人掏了怎么样？林浩一愕，片刻大喜，跌了。你说你这什么狗运气，25倍的杠杆都敢用。约克中午说，咱们买的时候指数是1710点，现在是1622，下降了约有5%。你的3000万已经变成了7000万左右。哎，我的胆子还是小了，投了2000万，还只敢用10倍的杠杆。阿浩，你说我现在在追加靠谱不？林浩微微点头，反正我觉得到明年10月份都会一直跌。说到这里，他又想到一种可能：阿珂，要是我不断的凭字操作，会不会赚得更多？放心吧，约克是老金融从业者，他明白怎么操作的。我告诉你这些，就是想告诉你，1个亿真的不算什么，无非就是银行卡里的几个零罢了。林浩翻了个白眼，不过想到标普的期货，他突然有些迫不及待了。时间啊，过得太慢，晚饭吃的就比较简单。韩顺平带着厨子给他们下了海鲜面。对于林浩这种偏瘦的体型，高碳水永远是最爱。年轻是好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比你能吃。韩叔，您现在也不老啊，要不是我跟阿珂平辈，我都想叫您韩哥了。韩顺平刚好喝了一口面汤，听他这句话，好险把汤全喷了出来。不过高兴是真高兴，就算剧烈的咳嗽，也没压住他的大笑声。饭后，韩顺平让林浩回房间不要出门，洗个澡，洗得认真点，再换一套干净的衣服。林浩不解其意，但他还是照做了。洗完澡往床上一躺，抱着一本书在看，书名叫《伟大的博弈》，约克帮他淘到的中文版。书中讲了不少华尔街投资的案例。没一会便传来了敲门声，打开门一看，发现是一个道士打扮的人站在门口，后边还跟着韩顺平。将人让进屋，韩顺平介绍道：这是广兴真人，正一道派，去邪镇神，破毁改命，真人极为高明。林浩有些想笑，但他明白这个时候笑出来，估计大家的脸上都不会好看。于法科似乎是听到了动静，见门没关也走了进来，看到老道，面上的表情同样极为精彩。真人好。林浩内敛心情问了声好。广兴的年龄看上去也就40多岁的样子，但笑起来居然给人一种老人才有的慈祥感觉。他极为不客气地伸手在林浩的脸上摸了起来，还别说手劲挺大，似乎要把林浩的面皮给搓下来。收回手之后，他居然就这么愣住了，好一会才对韩顺平道：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？堂堂的华清龙头，一句话要人命的大佬，这时候居然像个犯错的小学生。是，我们这就出去。转身对着他人挥了挥手，还拉了一把想留下来看热闹的于法科。老道亲自将门关上，还把链子锁拴上，这才转身目光灼灼地看着林浩。大师，规矩我懂，长辈也是关心则乱，您呢就走个流程，多少钱就多少钱。林浩笑着一边说，一边给老道泡了一杯茶。老道似乎觉得站着累，也坐到了他对面，又想伸出2手捏他的脸，这下没了别人在，林浩果断躲开了。不应该啊，皮相骨相皆血，你并非长寿之人。咱不兴倚老卖老咒人的，况且你也不老。对于装神弄鬼这些，林浩一点好感都欠奉，自己的心中已经有了妈祖，装不下他人，
不对，应该是他神。你猜我多大？老道也不生气，笑呵呵的道。林浩仔细打量了他一眼，45岁。老道在身上摸了一会，掏出了绿卡和一张身份证。坐飞机要用，刚好装在身上。说罢又将绿卡装回去，把身份证推到了林浩的面前。身份证还是国内的，说明老道没有入这边的籍，可能是受邀过来的。他浑不在意的瞄了一眼，下一刻双眼瞪大。老道，你这作假做的有点厉害啊，改年龄骗退休金。林浩是真的吃惊，因为身份证上写的出生年居然是1939年，按这个算的话，老头今年周岁也满67了。再看老道的长相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嘿嘿，方外之人不打诳语。真的？真的，你没骗我。老道索性闭嘴了，这对话咋就这么幼稚呢？见林浩双眼依旧瞪得老大，老道再度嘿嘿一笑。想不想学？你愿意教我？不等老道回复，他又赶忙摇头。不学，你这玩意的第一要求肯定是顾金守元，让我不要结婚啥的。我是正一教的，允许结婚生子。林浩想不想学？傻子才不想学，这太神奇了。快70岁的人看上去也就40来岁。要交钱？甘露不润无根之草，大道不渡无缘之人。道家不讲钱，只讲缘。那个韩顺平给我1个亿，我也不会教他，况且也教不会。我能学会？不好说。那要我做什么？回国之后抽空去一趟龙虎山吧，我在山上等你。老道说完起身，这是打算要走的意思。不是，您不是被请来给我增运的吗？咱是不是该走下流程？要说信不信，这一刻的林浩是真动摇了。不要紧，妈祖也是道家真神，想来是不会怪罪的。老道中间的笑容有些怎么说呢？鸡贼。而这一刻又恢复了慈祥的笑容，伸手在林浩的头上轻拍一下。祸福相依，大难不死必有大事。你本身气运妙不可言，并不需要我出手。您这就走？不走。小韩说要带我去赌场见识一下，说不得又是一段缘法。随即又压低声凑近问道：听说这边的姑娘很漂亮，三观炸裂有木有啊？见林浩目瞪口呆，老道又是鸡贼的嘿嘿一笑。那个我去龙虎山之前，要不要有啥注意的？比如提前几天斋戒？你不喜欢吃肉？喜欢。那戒什么？我们正一教修行讲究的是一切随心，不违法应该都能干。那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？那你加我扣扣吧。我跟你说，我扣扣都有3颗月亮了。看着老道离开，林浩都妈了，好一会才呵呵的笑了2声。这难道就是游戏人间，假痴不癫？老头很有魅力的，就是那种接触下来特别让人亲近的感觉，很奇怪。再想想老头之前所说自己不是长寿之人，乖乖，好像有玄机啊。怎么样？于伐科一脸古怪的笑容走进来，便问道。林浩愣了愣，随即摇了摇头。哈哈，我干爹居然还信这个。行了，早点休息，养足精神。我看能不能让那道士给我卜一卦，还挺好玩。他居然做起了梦，自己身处一座仙山，周围雾气缭绕，脚下空空落落的。就在他想喊人时，结果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：谁叫你占用我身体的？把身体还给我！瞬间惊醒，结果发现外边天已大亮，有些恍神，起床洗漱一番。他来到楼下开始打起了拳，想着出一身汗肯定会好些，结果又碰到了正在遛弯的老道。看他打拳，老道双眼一亮，走到了近前观察，片刻大声摇头：不对不对，你咋就用蛮力呢？林浩充耳不闻，却听老道又道：你这么练着对身体有损伤。这下不能不停了，果断收手看向老道。真的？我锻炼还有错了？锻炼没错，但也讲个顺势而为，每一式每一拳要暗合天然之道，你却每一招都要试技，久必伤身。老道，我这叫擒体拳，本就是军中格斗术。胡说！老道反驳了一句，然后随意摆了个架子，便打起了拳，与刚刚林浩打的完全一样。林浩的拳有一种山崩之势，而他在老道的拳里居然看到了忍让和包容。齐了，明白了吗？林浩茫然，老实的摇头，不明白。本以为他这一回答会被老头对一句类似朽木不可雕也评语，没成想老道嘿嘿一笑，来了一句：不明白就对了，你去了龙虎山咱再聊。跟着老头一起去餐厅吃早餐。对于老外的早餐搭配，老道口下不积德的又胡咧咧了几句。饭后老道便走了，不是回房间，而是去了机场。眼瞅着快到了2点半，两人出发来到了酒店早已布置好的一个赌厅之中。此刻厅中来人已经不少，韩顺平见他进来便走到了近前。好，扑克啥的我都安排专人检查过，不会有问题的。你就当花一个1玩1把，别有太大的主理负担。看着对方面上略带郁闷的神情，林浩心思一动，对方请来带玩的人有点名声。于伐科跟旁边的伍德聊了几句，此时插口道：怪不得乔西和渔业协会那么有底气和攒赌，他们请来了丹泽尔。说着还一指旁边一个大胡子。林浩顺着看过去，只见一个30岁左右的老外，脸有些长，留着精心打理过的络腮胡，都是一个鼻子2只眼睛，没看出啥区别。丹泽尔也恰好望过来，对着林浩微微一笑：这货很厉害，
拉斯维加斯连续2届的扑克王，不管是德扑还是梭哈都非常的厉害。林浩心想，刨除出千的可能性，那对方肯定是强于计算，对于概率学了解颇深。当然玩牌还要注意对手的心理，毕竟不少人喜欢偷鸡。别担心，也只是说他赢的概率会稍大一些，不可能就代表我就输了。稳定好心态，不要太有压力。韩顺平再度提醒了一句，在牌桌上只要心态不好，肯定就是输。恰在此时，酒店方的人提醒时间已到，两边人入局。韩顺平带着于法科等人坐到了右边早已准备好的观战区，而左边则是乔西、拉达尔等人。荷官是个高挑的美女，有点像梅根·福克斯，算是林浩和演员的那种。林先生，每人1个亿的赌局，说完结束，每副牌打底双方各100万，约定时间2个小时，截止下午5点，谁的筹码多谁就赢了。先生，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林浩摇了摇头，看了一眼手边的筹码，最小的是50万1枚的，显然这是最低下注额。想到自己心中的打算，他眉头皱了皱，多累啊，所以赶忙开口道：“那个，能不能帮着安排一个码筹码的人？”荷官愣了愣，随即又看向一边坐在监控器后边的人，片刻回复：“可以，请稍等。”没一会，又进来了2个美女，分别站在林浩和丹泽尔的左手边。丹泽尔自从上桌后，目光就不时地看向林浩，似乎是在观察对方的一言一行，以期从中判断出林浩的习惯。时间到，请2位下注。林先生，我帮你下注。旁边的美女说道。林浩点着头，心中感叹这酒店安排的真细心。不管是荷官还是坐在身边的美女，中文说的都很不错。两边各投入了100万的筹码，代表着牌局正式开始。荷官开始发牌，每人先发了2张。丹泽尔并没有先看自己的牌，目光盯着林浩面上的表情变化。林浩也不管对方在干啥，而是将自己其中1张牌翻开，另一张扣着的牌连看都没看。翻开的1张牌是梅花 Q， 见他没有看底牌的动作，丹泽尔眉头挑了挑，随即浮现一丝笑意。在他看来，林浩这是怕自己读懂了表情，所以在自己的目光注视下没有看牌的打算。丹泽尔索性不再盯着他，而是看起自己的2张牌，看了一眼，翻出上边的1张牌，是1张红桃十。梅花 Q 说话，林浩笑着嘀咕了一句：“梅花 Q 居然大了，那就梭哈吧。”林先生，您说什么？旁边帮他理筹码的美女没听清，我说梭哈。林先生，这才第1把，而且只发了2张牌。美女心想，发的2张牌还1张你也没看啊，谁给你的勇气梭哈？林浩摆摆手，再度叫了一声梭哈。美女知晓没必要再劝了。此刻两边的观众席响起了细微的议论声。于法科刚想站起来，结果一只有力的大手就按在了他的腿上。萧庭姐，你还能阻止他？于法科也反应了过来，立刻开口解释：“干爹，我是100%信任阿浩的，只是他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，没想到第1把就要结束了。”韩顺平呵呵笑了笑，要论牌技，阿浩知道自己比不上那个叫丹泽尔的，所以他这是要逼着对方和他赌运气呢。看吧，接下来或许每1把他都会这样。丹泽尔如果避战，那么输底都能输死他，但要是对方应战，在只发了2张牌的情况下，变数太大，技术就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了。于法科笑了笑，这一会他也平静了下来。还是那句话，做渔业纯粹是适逢其会，大不了就不玩了吧。至于那1个亿，阿浩可是说过，这次输了以后会帮着一起赚上来。答案是肯定的，阿浩说能帮自己赚1个亿，那就只会多不会少。而另一边的观众席，乔西和拉达尔他们的表情同样不好。韩顺平能看出来的是，他们自然也能明白，有心说这样的赌局不公平，但也知自己真说出来那就是无理取闹了。无耻混蛋！林浩喊完梭哈之后，就微笑看着丹泽尔。对面的丹泽尔先是愕然，接着面色微怒。对于真正的行内人来说，他们对这个过程是抱有一定的敬意，最恨的就是林浩这种乱来。明明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事，结果被他搞得毫无技术含量。其实这把他的牌不错，明面上是1张红桃十，而暗牌则是1张红桃卷，2头搭的顺子牌，而且还能博同花。这种牌可以玩，但要说梭哈真不值当，毕竟博同花和顺子的概率都比较低。而万一林浩的手上是1对呢？思忖的时间不长，他就拿起明面的那张牌一扣，代表自己不跟。真没意思。林浩嘀咕了一句，翻开自己还没看的暗牌，随即又笑道：“原来是张方骗五，还真不小。”听他那略带调侃的语气，丹泽尔好险一口老血喷出。其实林浩本来就是这么想的，记不得什么时候看过港城的一个赌片，好像星爷有演最后的王者之局，渣渣辉就是这么玩的，反正技术不如你，那就逼着对方赌运气。美女帮着把筹码收回来，接着第2局开始。这一次，丹泽尔明面上是1张方片 A， 而林浩的是黑桃4。犹豫了一下，丹泽尔推上3个100万的筹码，林浩摇摇头，旁边的美女还以为他不跟呢，结果又听到了熟悉的那句梭哈吧。美女也认命了，二话不说将代表梭哈的牌子往上一丢。丹泽尔看着那牌子上的梭哈2字，好险又一口老血喷出来，太他们的能装了。当然他也能装，但职业的素养告诉他，把所有的胜利压在一把胜率不高的牌上很不明智。这次思忖的时间稍长，许久之后还是选择了扣牌。接下来事情就简单了，
不管是不是林浩讲话，他都是直接梭哈，然后丹泽尔弃牌，好像陷入了循环。林浩的面上越来越轻松，丹泽尔的面上则越来越黑。喂，老丹，你再不跟的话，剩下的时间你赢敌可来不及了。时间过去40分钟，这期间丹泽尔一把没跟，林浩赢了差不多有近20把的底。正如他所说，如果再有几把丹泽尔不跟，接下来就算林浩把不跟输底，再适当的拖延点时间，到结束也是稳赢了。丹泽尔也明白这一点，但他郁闷了，感觉自己有劲无处使。又一把牌局开始，丹泽尔终于拿了2张天牌一对，这次他没怎么犹豫便喊出了梭哈2字，倒不是说这是他的本意，但他明白自己不梭，对方也会这么干的。林浩看到对方扔出来的牌子，一竖大拇指，不错，终于上路了，那这把我还是不跟了。他慢悠悠地将牌给扣了。丹泽尔双眼瞪大，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林浩会不跟，这一刻他就感觉自己凶猛的一拳打在了棉花上，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。明明是白人，这回都快进化成黑人了。一边的于伐科估计笑出了声，这丫的太坏了，不管能不能赢这个老外，但估计能把这老外气出心理阴影，以后估计有人给多少钱也不愿意和林浩再赌第2场。又是一把，两边的名牌，丹泽尔的是一张梅花 K， 林浩这边是一张黑桃9。丹泽尔讲话犹豫了片刻，他下了500万。林浩笑看了他一眼，旁边的美女习惯性的已经将梭哈的牌子拿手